核战争一旦爆发，中国有6个地方可以躲，老百姓必须要了解的常识。1945年，美国向日本投下2颗原子弹，500米之内没有一个活物。这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核战争有多可怕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。近年来，中东局势不稳，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了不确定性。为了保护自己，很多国家都拥有核武器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不仅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和平，还关系着无数老百姓的生命。但中国有6个地方可以在核战争爆发时保护老百姓，这是必须了解的常识。1. 地铁站。作为老牌工业国的英国，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就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伦敦。这在当时可是一场浩大的工程，条件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传统的交通工具。而我国直到20世纪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时，才提出建设地铁。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，造铁路对中国来说耗资巨大，老百姓平时也用不上。国家决定修建铁路，正是出于国防考虑。将地铁用来躲避战火和核武器是受到苏联的启发。苏联市民正是因为躲在地铁里，才免去炮火的摧残。经过多番努力，我国第一条铁路07号工程正式开始修建。我国地铁的深度一般在地下15米左右，足以抵挡一般炮弹。各国修建地铁也是希望它能充当防空洞的角色，甚至在修建时就考虑上了防核功能。深度超过了50米，夸张的还超过了100米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铁交通便利、明亮，关键是它完全是由钢筋混凝土打造而成的。地铁上头的空间也没有浪费，每天人来车往的，这要求地铁必须坚固。而且地铁的基础设施十分完善，通过各条线路将城市连接起来，沟通交流很方便。在战争时不仅可以保护百姓，还能用来指挥战场。2. 防空洞。和地铁的交通功能不一样，防空洞就是为了躲避战火与核武器而生的。抗日战争期间保护了无数人的生命。防空洞的内部类似于现在的隧道，都是半圆形的，不仅用来躲人，还用于储备粮食，保证粮食安全。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，我国再生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的口号下建设人防工程，形成了防空洞的纵横交错。当时建设防空洞是出于战略考虑，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，随着国际局势日渐平稳，这些防空洞演变成地下城。北京、石家庄、郑州、武汉等京广沿线以北都有防空洞改造的地下城，他们为当地居民提供娱乐、餐饮和购物服务。一旦爆发核战争，防空洞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虽然它是人工开凿的洞穴，但内部会用坚固的花岗岩和钢筋水泥。现在我们很少听到这3个字，一旦核战争爆发，它就派上用场了，发挥隐蔽灾源、作战指挥和医疗服务等功能。3. 地下车库。地铁站和防空洞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，在省会城市和发达地区比较常见。地下车库在商场、小区等地方都随处可见。无论是容纳几千万人的特大城市，还是不起眼的小县城，规划地下停车场都是必要的，是必要的基础设施。而且地下停车场是政府鼓励建设的，耗资比地铁和防空洞小。一些广场、公园、景区和商业楼都配备地下停车场，是最好的应急躲避场所。在找不到防空洞和地铁站时，地下车库也能阻挡核武器爆发带来的热量，起到减震防护的目的。地下车库虽然不是专为国防而建的，但它最重要的2个功能就是通风和照明。内部有很多柱子支撑，面积也足够大，能够容纳很多人。通风系统在平时可以将车辆燃烧的废气排出，在核战争爆发时可以保证内部空气流通，为人们营造更好的躲藏环境。照明应该是百姓躲藏的基本条件，光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人们的恐慌心理，避免出现混乱和踩踏。我国防空洞和地铁资源虽然分配不均，但很多小县城也没必要耗巨资修建不常用的人防工程。
核战争爆发时，他们受到的损失比较小，百姓在万不得已时可以躲进地下停车场。4. 西北地区，前面3个是政府人为修建的庇护所，实际上中国还有3个天然的庇护所，可以在危机时刻保护当地的居民。第一个就是西北地区，西北地区包括宁夏、新疆、陕西、甘肃和青海这5个省份，不仅身居内陆，还占据了中国 32% 的领土。西北地区占据的面积大，地形也十分复杂，包括盆地、山地、沙漠等地形地貌，属于温带大陆气候，全年少雨，所以人口比较稀少。天山、昆仑山都是西北地区的天然屏障，山脉中有很多天然形成的洞穴，可以供人躲藏。树木和山体可以起到缓冲作用，炮火未必会伤到当地的老百姓。而且西北地区主要以资源型工业和传统农业为主，保存人力将来就有重新再来的机会，对经济的打击比较小。综合地形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，从战略上来说，西北不适合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和重点，它也因此成为一个绝佳的躲藏地。西北地区也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重要基地。中国第1枚原子弹和氢弹都是在西北爆炸成功的，可见它的隐蔽性之强。正是因为西北地区足够安全，所以我国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建在西北，一共发射了90颗卫星，将10位航天员送上太空。5. 四川盆地，四川盆地是我国4大盆地之一，呈现中间低、四周高的地形特征，不仅矿产资源丰富，还拥有肥沃的土壤，被称为天府之国。四川盆地位于西南地区，相对偏远，位置和山脉等天然屏障让它被排除在打击目标之外，这时候偏远和山区反而成了它的优势。茂盛的树木不仅是养活当地人的资源，还能减少核辐射，炮火对当地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影响。除此以外，四川盆地在核战争爆发时还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为百姓提供粮食。核战争一旦爆发，百姓不能光有躲的地方，还需要养活自己。长江的支流岷江、嘉陵江等都流经四川盆地，为当地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再加上当地农业发达，养活当地人绰绰有余。其实只要拥有和四川盆地一样的特征，就能成为保护所。贵州、云南等多林木的山地都可以阻挡炮火，但西南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当地人只能分散躲避，避免大规模聚集来减少人员伤亡。山地上的天然洞穴以及易守难攻的地形可以保百姓一时平安，但在遇到暴雨和泥石流时有坍塌的风险，不适合长时间停留。当地的老百姓除了依靠自然资源的保护外，还可以在家里修建地下室，储存些日常必备品以备不时之需。6. 青藏高原，青藏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，极端气候、复杂的地形都让人望而生畏，所以人口也比较稀疏，同样是一道天然屏障。青藏高原是我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，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，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参观旅游。青藏高原的海拔在3000米到5000米之间，不仅凭一己之力阻挡了南部袭来的热浪，还可以阻止核辐射扩散。青藏高原顶端被风雪覆盖，稍有不慎就有雪崩的危险，可以说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一般也不会成为核战争的中心，当地人可以安心躲藏。青藏高原过于严寒，紫外线过于强烈，普通人难以忍受当地的气候。和上述5个地方相比，青藏高原是最不合适躲藏的。核战争爆发后，居民没办法抵挡严寒，迅速上山避险，但我们又不能抱有侥幸心理，盲目认为青藏高原可以成为核战争的避风港。所以当地政府可以通过修建防空洞和地下室来保护当地居民，在灾祸来临时提前通知居民做好准备，为当地人提供最专业的安全指导。除了政府的努力，当地居民也要时刻准备好水、药物和食物等必需品，准备好日常通讯的工具。上述6个地方是核战争爆发时人们可以选择的庇护所，其中西北、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都是依靠位置和地形优势取胜，不具有普遍性。
但地下车库则具有很强的灵活性，中西部地区和东部一些小县城既可以增加基础设施，也可以达到防护作用。结语：核战争是可怕的，全世界为了避免爆发核战争，都在维持着脆弱的和平，但地缘政治风险、能源危机和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，让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。核武器的研制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最后却用来威胁他人。无论是大国还是边缘国家，都应该清楚，武器是用来保护弱小、维护和平的。网络上偶尔会出现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论调，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平衡资源，这时候牵制就变得十分重要。中国的防空洞经过几十年的岁月，终于从庇护所变成热闹的地下城。地铁和地下停车场也应该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。这些常识希望老百姓记住，但永远都用不到。